般而言，我们在运输装备会区分3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自力机动，第2种就是尾商板运，第3种是铁路运输。那选择的方式会依照我们的装备类型、我们运输的距离，然后还有作战区的范围去做不同的选择。那像距离较短的状况下，轮型车辆我们会采自力机动的方式为主。那第2个尾商板运的部分，像履带型车辆以及工兵机具这些我们就会以尾商板运为主。那距离较长的状况下，我们就会以铁路运输的方式为主。但是因为铁路运输的限制比较多，像是月台以及铁路电气化后的一些电缆线有可能会有围安，所以在军品有超过高度3.3公尺以上，宽度有3.19公尺以上的，我们就会全程采尾商板运的方式实施。像我们平常遇到战演训或是其他任务，有需要去转移我们的装备或是做机动移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制定机动计划，来评估我们要怎么样去运输这个装备。像是自力机动的话，我们就会考量这个装备适不适合，行经道路是不是太狭窄，或是在交通尖峰时刻会不会对民众造成很大的影响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定机动计划的时候的考量。以方便性来讲，是公路运输比较方便。铁路运输我们还要有这个比较复杂的作业流程，还要跟铁路局完成这个平车调拨的作业。那到现场之后，还要完成断电啊等等这些作业。那再来就是铁路运输，我们只能运输到火车站，那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。那它势必还是要再增加公路运输的部分，所以在短距离的状况之下，我们会选择直接用公路运输。那在我们尾商板运作业前，会针对我们作业编组的所有人员做勤前教育，还会针对编组人员的任务、以前的案例以及注意事项这边做提醒。那提醒结束之后，人员开始作业，尤其要注意到驾驶以及指挥官的默契。所有驾驶一定要听从指挥官的指示以及手势做上板动作。那整个作业结束之后，驾驶要尤其注意尾商司机这边做细固的动作，然后在整个押运的过程，我要全程注意装备是否有松脱或是有掉落的情势发生。因为在运输途中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军品的移动的顺序。作业结束之后，我就会再回报到地支部这边做运案的结管